这是马来西亚位于西边的，也就是马来半岛南端的部分，一般而言称为西马。位于东边婆罗洲北方的这部分领土被称为东马。东马又由2大区块组成：沙拉越和沙巴。根据2015年的人口报告，马来人是马来西亚最大族裔，占50.8%，但绝大部分居住于西马。在东马的沙拉越，马来人只占23.4%。沙巴更少，只占7.6%。相对而言，西马的各州就有相当高的马来人比例。例如，登嘉楼州马来人的比例可以到将近95%。当今的马来西亚国王来自的彭亨州，马来人占70.6%。换言之，虽然西马的人口以马来人为主，但东马却截然相反，并非以马来人为主体。事实上，在马来西亚1963年建国以前的大部分时间里，沙拉越与沙巴皆不属于西边的马来政权。那么，为什么1963年时沙拉越和沙巴却成了以马来人为主的马来西亚的一部分呢？这期节目我们来聊一聊为什么沙巴和沙拉越属于马来西亚。沙拉越和沙巴位于婆罗洲的北边，南边临接印尼共和国，而在沙拉越内还有一独立国家，那就是汶莱。事实上，近来早期时受惠于欧洲大航海时代的红利，汶莱苏丹国的贸易达到空前鼎盛。自15到17世纪，整个婆罗洲都在汶莱苏丹国的政治影响范围内。当时的汶莱主要控制的是婆罗洲富庶的海岸地区。然而，17世纪以后，位于今天菲律宾的苏禄苏丹国崛起，抑制了汶莱的扩张。同时，汶莱国内进入内战，国力大受影响，以至于在婆罗洲上的影响力逐渐萎缩。东边的苏禄苏丹国开始控制北婆罗洲的一部分土地，包含今天的沙巴和一部分的印尼土地。当时，虽然荷兰东印度公司在这片海域有巨大的利益和影响力，但荷兰人多半不愿意与当地政权起冲突，所以北婆罗洲仍然能独立于欧洲殖民帝国。然而，时至18世纪，新兴的大英帝国来了。英国人觊觎南洋群岛巨大的商业价值，开始与荷兰争夺这部分群岛的控制权。然而，英国人着眼于马来半岛，尤其是新加坡、马六甲这一段的航线，并未花太多的时间与精力经营婆罗洲。然而，1824年，在南洋一带有利益冲突的英国与荷兰签署条约，以马六甲海峡为中线，以北为英国的势力范围，以南为荷兰的势力范围。虽然1824年英荷条约主要着眼于马来半岛与苏门答腊，但这条中线的延伸也恰好将婆罗洲的沙巴、沙拉越、汶莱划给了英国，婆罗洲以南则成了荷兰的势力范围。至此，英国人在这块区域掌握了经营权。虽然从没问过当地人同意与否，或是问了，但是用武力逼迫当地政权同意。然而，北婆罗洲绝大多数的区域却没得到英国真正的重视。对英国人来说，在这一区块最重要的莫过于位于汶莱外海的纳明岛。英国人的如意算盘是在纳明岛上建立港口，并将之作为贸易航线的中继点。此外，纳明岛也被探测到蕴含煤矿矿脉，因而具备相当程度的商业潜力与工业价值。1846年，当时英国刚侵略中国不久，不列颠又把矛头指向汶莱，将大炮对准苏丹皇宫，逼迫汶莱交出纳明岛。同年，汶莱苏丹被迫签署英汶条约，割让纳明给不列颠帝国，成为英国的皇家殖民地。40多年后的1888年，在英国人蚕食鲸吞之下，汶莱苏丹又被迫签署了保护国协定，汶莱成为不列颠帝国的保护国。曾经被汶莱占领，后来受苏禄苏丹国控制的沙巴地区，同样在1888年，在欧美殖民帝国的武力威胁之下，同意割让沙巴给大英帝国。有趣的是，沙巴地区其实并非帝国的皇家殖民地，而是帝国委任一间名为北婆罗洲特许公司的企业来经营管理。该公司的创办人是 Alfred Dent， 此人是当时著名的英国殖民商人，不只拥有北婆罗洲特许公司，还是上海电气公司、渣打银行等等英国殖民企业的大股东。南边的沙拉越同样不是由大英帝国直接统治，而是以英国白人家族 Brooke 家族所控制。先前提到的1820年的汶莱内战中，汶莱苏丹最终向一英国军官求助，也就是 Brooke 家族的第一代掌门人 James Brooke。James Brooke 曾经在英属孟加拉军队中担任军官，后来退伍，辗转到南洋做生意。一次因缘际会之下，认识了汶莱苏丹，被邀请去协助苏丹弭平内战，并承诺事成之后将授予 Brooke 沙拉越总督的职位。Brooke 成功训练了一支部队，并在1841年帮助汶莱朝廷终结了内战。1842年，汶莱苏丹授予 James Brooke 一头衔 Raja of Sarawak，
也就是沙拉越国王。自此，布鲁克家族在长达100年都是沙拉越的国王，直到1941年12月24日，大日本帝国一支突击部队登陆沙拉越，并在隔年全面占领了北婆罗的这3个地区。1942年时的日本帝国迎来其历史上最大的疆域的一年，不只占领了中国华北地区，整个东南亚与荷属东印度群岛皆落入日本手里。虽然日本的统治时间并不长，但日本军国主义的扩张却意外激起了马来半岛与婆罗洲和其他地区的独立运动。3.5 years of privation, reflection, changed us. What right did they have to do this to us? Why did the British let us down so badly? Churchill decided it wasn't worth the sacrifice. He was concentrating on the Middle East. 二战结束后，大英帝国国力受到巨大减弱，加上其殖民地风起的反帝国、反殖民的民族主义运动，使得不列颠不得不重新调整原本的殖民政策。其中，英国发展出新的控制组织，也就是大英国协。在此一新的国协体制内，所有的英国殖民地都能独立成国家。这意味着这些地区虽然皆承认英国女王为最高元首，但不再是殖民地了。英国的每个殖民地都有不同的独立时间表。印度和巴基斯坦大概是战后第一个独立出大英帝国的国家之二，马来亚则是在1957年独立出去，建立马来亚联合邦。至于北婆罗洲地区，原本统治沙巴的北婆罗洲特许公司和沙拉越的白人王国布鲁克家族，在1942年日本侵略战争时，皆放弃了他们的统治权。战后，这2块地区遂成为大英帝国皇家殖民地，汶莱则继续是大英帝国保护国。但为什么这2块原本与马来亚在政治上面没有太密切关系的地区，最后却并入了新的马来西亚呢？原来与英国人在2战结束后发展出了新殖民计划有关 ，Grand Design 大设计。Grand design, I think, is a phrase that tripped off the lips of Malcolm MacDonald in the mid-1950s. The grand design looked attractive on paper, and it would certainly have got the British out of a hole in Southeast Asia. I mean, it would have enabled them to have retreated with, I suppose, in good faith, feeling that the colonial job had been done and a new nation-state had been created. 1940年代末期，当时的英属东南亚殖民地总督 Malcolm MacDonald 提出所谓的大设计，计划让马来属邦、马来联邦以及海峡殖民地的槟城、新加坡、马六甲与英属婆罗洲的汶莱、沙拉越、沙巴合并成一独立国家。但其实这并非英国殖民者为了殖民地人民着想而出台的计划，而是因为2战结束后随之而来的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美苏冷战，马上成了最迫切的课题。马来半岛上也能见到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剧烈冲突。1941年，日本侵略英属马来半岛，在英国人的扶持之下，成立所谓的 MPAJA 马来西亚人民抗日军。虽然不完全，但 MPAJA 的领导层大多是华裔的马来亚共产党人。在整个2战时期 ，MPAJA透过游击战骚扰日本在南洋的大后方。然而，1945年，随着大日本帝国投降，这部分的领土主权又回到大英帝国手上。但当时的 MPAJA 已具相当规模，重新回到这块地区的英国人与传统的穆斯林社群合作，转过头来打击原本的共产党抗日军。因此，马来亚共产党与英国殖民政府展开了长达10多年的冲突。这个情况对当时百废待兴的英国而言十分痛苦。虽然大英帝国坐拥广袤的土地，但维持帝国殖民军队的军费就压得殖民母国快要喘不过气了。再加上殖民地内的各种反帝国、反殖民风潮，以及冷战结构下的共产党问题，曾经威风一时的大英帝国现在急着摆脱殖民地。因此，对当时的英国而言，首要目标是让殖民地各自独立。这意味着一来军费、维稳费各地自己负责，英国的财政可以脱身；二来英国在殖民地的商业利益也能维持，但不会造成殖民母国的财政负担，可谓一箭双雕。对于当时的马来领导层来说，他们当然也想要追求独立，但马来精英同时也目睹印度、
巴基斯坦乃至非刚果等国快速被英国人甩掉以后，复杂的种族关系所造成的大规模混乱。所以马来精英思考的问题是，如果马来亚真的和新加坡还有北婆罗洲共同组建新的国家的话，种族复杂度会因而上升，这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所以马来亚联合邦在1957年独立时，国内的声音是反对合并居多。然而，1961年的新加坡期中选举中，李光耀领导的人民行动党大败，左派政党在新加坡逐渐崛起，这为当时整个东南亚的政治板块带来很大的变数。原本一向支持合并成一马来西亚的新加坡政府可能会开始觉醒，甚至加入苏联，成为共产政府。对当时的马来精英和英国来说，新加坡不能成为下一个古巴。于是，时任马来亚总理的东姑阿卜杜拉曼开始重新考虑将新加坡纳入统治的想法。这对李光耀而言是最有利的发展。就当时的李光耀看来，新加坡的腹地不够大，难以自我防御，也没有足够的水和粮食资源，势必得依靠马来西亚。We said, like, let's join up with the peninsula, rejoin them. Then it'll be 40% Malays, 40% Chinese, 20% others. So the communists can't win. 但对马来亚来说呢，关于种族的担忧依旧存在。1961年，马来亚联合邦内的马来人占绝对优势，占有 49.3%， 华人人口占 37.6%。与新加坡合并以后，马来人的比例降至 42.3%， 华人成为第一大族裔，占 45%。这对马来亚的精英而言是不可接受的。但不合并的话，新加坡可能就会向左倾；合并的话，华人就会成为第一大族群。在这个难题下，原本英国在1940年代末提出的大设计方案又重新被纳入了考虑。若加上北婆罗洲的人口，华人比例降至 42.7%， 虽然马来人比例也下滑到 39.8%， 但会加入非华人的族群，也就是婆罗洲的原住民和南亚裔移民，总共占 17.5%。马来亚领导层的算盘是，他们能联合婆罗洲的原住民和其他非华人社群，使得马来人仍然能够在政治上取得优势，并且马来亚只给予新加坡不成人口比例的国会席次。如此一来，马来人仍持续掌握新国家的执政权。然而事与愿违，北婆罗洲的3个领地出现大规模的反合并运动。北婆罗洲民族主义者认为，合并只是另外一次新殖民的开始，只是殖民者从基督教的白人变成了伊斯兰的马来人。1961年，沙拉越的左倾政党 Sarawak United People's Party 沙拉越人民联合党领导大规模抗议，拒绝沙拉越合并至马来西亚，并主张沙拉越是沙拉越人的沙拉越。1962年，左倾反对合并的汶莱人民党资助民兵起义，攻击汶莱的油田、警察局和政府设施。这次起义蔓延到沙拉越和沙巴，大英帝国下令镇压。事实上，这次起义不是单纯北婆罗洲的内部问题而已。其实，邻国印度尼西亚支持这次的武装叛乱。当时的印尼政府希望建立一个大印度尼西亚。他们主张北婆罗洲是印度尼西亚的固有领土。这次事件引起汶莱朝廷的警觉，他们深信合并不只会让汶莱把石油的丰厚利润断送给新共和国，还会带给汶莱极大的内乱。所以，汶莱政府开始消极抵制合并谈判。对支持合并的沙拉越、沙巴领袖，乃至于新加坡的李光耀而言，当时的情况十分危急。对李光耀而言，如果选择独立的话，那新加坡的合并之路就落空了。这时，李光耀先稳定了在新加坡内部的局势。1962年，新加坡举行公投，合并案取得巨大胜利。隔年的1963年，李光耀政府展开了一项大规模逮捕行动，史称冷藏行动，逮捕了大量的新加坡最大反对党社会主义阵线成员。这起事件确立了李光耀在新加坡的绝对优势。虽然马来亚政府也给予北婆罗洲很多照顾和关心，但李光耀的个人魅力将沙拉越和沙巴的政治精英联系起来。例如，李光耀联合其好友 Donald Stephens， 他是沙巴非穆斯林原住民势力的领袖，一同为合并建立声势。1962年，沙巴的原住民政党与穆斯林华人的政治领袖共同发表声明，支持合并到马来西亚。至1963年，政治态势已经十分明确了。在李光耀和马来亚政治精英的奔走之下，沙巴和沙拉越将会与马来亚、联合邦、新加坡共同组成新的共和国。汶莱确定不加入新的共和国，直到1984年才脱离英国成为独立国家。1963年7月，沙拉越脱离大英帝国，获得自治地位。8月，沙巴脱离帝国，成为自治邦。同年9月16日，沙巴、沙拉越和新加坡加入马来西亚，新共和国成立。
这是东马的沙拉越和沙巴加入马来西亚的故事。在这过程中，没有一方全然觉得独立或合并是完全好的。这个合并的结果，若没有美苏冷战和大英帝国在二战后急剧衰弱的大背景的话，是难以想象的。此外，若没有李光耀在这中间的协商与牵线，合并案也几乎不会成功。北婆罗洲很可能成为印尼的一部分，或独自成为一个国家。至于为什么2年后的1965年8月9日，马来西亚国会会以126票赞成、0票反对的态势将新加坡踢出共和国呢？那又是另外一段故事了。And we have this tiny little island, 214 square miles at low tide, center of the British Empire in Southeast Asia, military base, commercial base, administrative capital, from which they govern Malaya, Borneo, Cocos Islands, Christmas Islands, and the Indian Ocean. But now we've got a heart without the body. All we had was the heart. How do we do it? Where's the circulation coming from? That was the beginning of the challenge.